苏老啊，原来这里你坐镇呐，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啊，我们就不用来了。哎，也是最近的事儿。我徒弟嫌我退休了，在家没着没落的啊，怕我们照顾我，所以给我安排了这么个闲差。你老开玩笑了。秦总，网传格木为杀人犯整形，请问是真的吗？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方便透露一下杀人犯的？李总，请问是真的吗？请正面回答一下，秦总。李总，来了好多记者，说你的病人是杀人犯，先停一下呀。现在怎么停啊？出去。你愣在那干嘛？继续啊！李总亲自进的手术室，护士都没拦住，结果还是白去了。现在估计3堂会审周主任呢。周主任也太倒霉了，碰到了个杀人犯。杀人犯悄悄整形，无良医院成帮凶。静雯啊，你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个情况？李总，正好跟你沟通，以后我做手术，别让任何人进来跟我说跟手术无关的事情吗？好，我以后注意。你也是得注意注意。你们现在都不核查患者的真实情况是吧？今天这日子是专门挑的吗？啊，不把格木搅和黄了都不开心是吧？这我得解释一下。最近我们内部调整，这2台手术可都没经过我们咨询，都是主任自己定的。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是杀人犯啊？就你那个刀疤脸，他的脸是车祸造成的。唐总，你上网搜搜赵征，一个山争夺的争，有上新闻的。他之前是开长途大巴，有一次开山路，正好被一个石头砸到脑袋。为了救乘客，他坚持操作，等到车停稳了，他才倒下来。这个新闻当时很轰动的。还真的耶，那杀人犯不是他，是我那位患者，林强。我是个杀人犯，是误杀，我把自己表哥误杀了。你知道玻璃扎进脖子是什么感觉吗？就好像打开水龙头一样，只不过流出来的是血，大概几秒钟吧，半个身子就红了，整个人躺在地上抽搐几下，就没有意识了。失血性休克。这些是我在网上查的，我根本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10年时间我都没能回想起当时发生什么。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监狱里是没有镜子，所以待得久了，就会忘记自己长什么样子。但出来之后就不一样，到处都是镜子，玻璃门、电梯、手机屏幕，到处都可以看见自己。我恨我自己，我讨厌我自己，我真的不想再看见自己这张脸了。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由美变丑的手术我做不了，这也是整形医生的底线，你找谁都一样。其实你想改变自己的样子，未必非得由美变丑啊。多有意思啊！这个世界很多人不承认，以貌取人就是人类的常态。就因为赵征长得像坏人，我们就先入为主，觉得他就是杀人犯啊？啊？这有什么区别呢？不管是赵征，还是林强，那一样啊，是格木给杀人犯做手术了。我们是医生，不是法官。林强已经为他的错误坐过牢了，他现在的权利跟我们差不多呀。当他来到格木，他就是个患者，患者以前犯过什么罪，都不应该影响一个医生的专业判断。那如果这个案例对整个医院严重不利呢？
这种手术又没有经济效益，那还让格木形象受损，我想不到这个意义何在啊！行了，哎，你别上价值了啊，嗑瓜子那个你也别犟了，还有你，哎，也别表达态度了。这个时候这些都不重要，现在外界的压力这么大，一个患者而已，这手术说不做就不做了，能怎么样？关键是专家那边检查到哪个环节了，有没有什么说法？秦国跟楚老师陪着呢，刚给我回讯息了，他们准备要回去。具体什么情况，等研判吧。舆论已经发酵起来了，先想办法怎么补救吧。媒体这边我去解决，咱是不是也得长个记性啊？知道你们医生心软，人家说你们就答应了，以后还是我们咨询多把关，你们踏踏实实做好手术就行。至于这个林强，赶快安排出院。不行，是他还得做2期手术呢。还有2期？哎呦，乔主任，现在可不是任性的时候啊！我没有任性。我说的是专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整体设计，是一个整体和谐的审美判断。他做了1期不做2期，那就真是往丑了整了，这我没法答应。我同意乔阳的说法，手术继续。林强的手术是事实，这流言蜚语都会过去的。我们必须要给患者一个好的交代。反正你们想清楚，如果事情继续发酵下去，死者家属站出来反对，那真不是咱手术评级受影响，那是未来咱格木太不利了。就如果手术半途而废，那格木好不容易建起来的形象不就毁了吗？要不这样吧，我代表格木去见家属，这样行了吧？你今天也真的够疯的哦。你也不赖啊，人家都冲到手术室了，这手术都不停。不一样，赵真是无辜的。某种意义上，林强也是无辜的。这我能理解，偏见真的可以杀人，要不然赵真也不会请其所有来整形，对吧？你说这个林强，他到底怎么回事？林强有个表哥，叫郑聪，俩人同岁。高考结束那天，两个小孩想到酒吧去庆祝一下，没想到遇到一群小混混，一言不合双方就打起来了。一团混乱当中，林强拿了个啤酒瓶想自卫，没想到错手杀了人，死的就是他表哥。天哪！哎呀，这孩子吧，还从小父母离异，他爸在外打工也不管他，他妈又改嫁了，把他扔给自己的妹妹，就是他小姨，所以他是跟他表哥郑聪一起长大的。这郑聪妈妈应该很伤心，一下失去2个儿子。难怪林强东躲西藏，任谁也受不了这事儿。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说咱们做医生的，对生死早就看淡了，1秒的事儿，太无常了。那他的死也是无常啊。你喝多了吧？明天还得上班，走吧。有问你话呢。林强因为失手杀了人，坐了9年的牢，给自己错误买了单。你呢？要不是你，他根本就不会死。你他妈还在这跟我扯什么无常？喂，你好。哎，干什么？不能进去。这是乔慧吗？这里不能进去。这是乔慧吗？是乔慧吗？
是郑聪妈妈吗？你是？我是为郑聪的事来的。我说了，我不接受采访。这件事过去很久了，我不想提。哎，其实我是个医生，林强的医生。阿强，他生病了。这是郑聪吧？是。他们俩长得还真像。从小出去啊，别人都以为他们是双胞胎。他妈离婚后，就不要他了，说我把他带大的，都不为过。我儿子都交错过多少遍。阿强他得了什么病啊？其实我是个整形科医生。林强来找我的时候，他是想要改变他的容貌，让全世界的人都不认得他。我从来没碰过这样的病患。他说他出狱之后跑了10几个城市，到处打工，过着有一天没一天的日子。他出狱之后有来找过你吗？他不敢来见我。那你想见见他吗？行，这田中丸确实看着更硬朗。等下周这个假体颅下颌的手术做完，你就更美，彻底改变气质。可是我不是要改变气质啊，我就是想让别人认不出来我。哼，这么怕人认出你，你得躲到什么时候啊？说实话，我就没打算出来。出事以后这10年，我觉得在里边待着才是最踏实的。啊，在里边待的当然踏实，可以心安理得的逃避现实。现在不出来了吗？总得面对的。你说的对，但我就是个胆小鬼。你就当我是个逃兵。反正手术做完我就要去上海了。从老家逃到龙川，现在又逃到上海，你这个逃兵打算逃有多远啊？下一站东北，再远点俄罗斯。哇，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不会在北极吧？那倒不会，我怕冷。好好休息吧。我身上人多不多？有没有睡会儿啊？还行，睡不着。好消息啊，评级很顺利，4级手术牌照这把算是稳喽。你这个找权威专家坐镇的想法简直了，天才啊！有楚老加入，那咱们格木可算是如虎添翼。啊，还有，你和乔阳的判断真是对的。林强这个事情现在在网络上热度已经下来了。我那个上海那同学老全记得吗？在上海开厂那个，我跟他电话说了一下，回头就让林强去他那儿工作，老全那儿没问题。咱们格木啊，回头再发个声明，说清楚林强之前没有就这个身份的事情跟咱们沟通过，这件事情就算彻底翻篇。哎，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放心，我就是以你的名义跟林强沟通的，他特别感激你。是我们是可以发声明说林强他隐瞒身份，保住了格木。那林强呢？林强要面对这么多的恶意，我们再这么做，不是火上浇油吗？我之前没想那么多，我就是看你工作太多了，想替你分担一点。我谢谢你帮我分担，但你能不能问清楚我的需求是什么呢？那你的需求是什么呢？工作越多越好，离家越远越好呗。静雯结婚前我们说好的，婚后你要工作，我绝对支持。你要当一个好医生，我支持你。你要管医院，你要管医务，我都支持你。你做得好，我还替你喝彩。我做这些为什么？我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那我已经让你做了这么多，其他事情你能不能就不要再插手了？我最近真的看不懂，我觉得你走火入魔了。你什么工作都要做，什么名分你都要抢。说到底，林强是乔阳的病人，要出差也应该乔阳去出啊。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么自告奋勇，
连这种长途公差都出的不亦乐乎。你要一直这样，我们家庭怎么办？我们生活还过不过了？总得有个主次，是不是？不是，我说一句，你说这么多干嘛？我们不就在讲工作吗？你更年期啊？不是你请我吃饭就吃这个啊？这是全菜，还有大餐呢。啥大餐啊？包子啊，包子是大餐啊？大包子。大包子，看你像个大包子，抠的要死。来，我来，就这样2个啊，行。嗯，那不是你以前3院那患者吗？对，方平，金角大夫。啊，你带我来术后检查来了？作品回顾吧。没看出来你这么自恋呢。自哪门子恋？有些事儿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想回来看看自己从前的病，或许还能找到答案。又遇到什么困惑了？林强的手术，你别看我跟一帮人顶得那么坚决，其实一个人的时候，我老问我自己，这手术真的该做吗？林强这个手术，我是这么想：假如求美者呢，他有1万个人来让我们把他们变丑，那我们就应该拒绝他们1万次。但林强偏偏就是这第10001次，他现在要承受这痛苦，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我们可能不理解他，但是应该选择尊重他。更何况，我觉得你应该不会把他变丑。如果手术能让一个人消除痛苦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穆大夫智慧起来的样子还是很性感的。哎，但我还是会感觉到不安呀。尤其是每次患者想通过整形来改变命运的时候，我这种不安感就特别的强。整形本来就是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手术的成败呢也是很主观的。你现在就应该把你这个心理状态调整好了，想明白什么是你能做的，什么是我们不能做的啊。道理都懂了，这可能就是整形医生的宿命。我就不过去了，你过去给我多买2套，走。不是你请客吗？报销，把你给紧张了。出门。老板，哎，吃点啥？包子什么馅的？过来。有牛肉、酱肉、芽菜。给我来2个牛肉，2个芽菜。哎，好嘞。这个要不要豆浆？来2个吧。哎，好。豆浆3块1个。好，你生意还不错啊。乔主任，是不是做的太自然了？我怎么还是觉得我的变化是不是很大？我下次的手术可不可以变化更大一些？下次的手术还是先缓缓吧。周主任，谢谢你帮我安排去上海工作。不客气。你去上海之前，要不要去老家见见你小姨啊？你们想要干什么？
你跟你表哥的轮廓是一模一样，这才是你换脸的真实原因，对吗？这跟你有关系吗？你们是医生，只需要把我的手术做好就好了，其他的事情不要管。林强，你以为做了手术就可以逃避过去吗？你还是会在梦里梦到那张脸。我去见过你小姨了。我其实一直很想梦见她。我倒是老梦见她，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话。可能还在生我气。你一定觉得我早就把乔伟的事情给忘了，忘不了。这种痛苦一辈子都忘不了，它已经变成肌肉记忆，在我身体里。痛苦不是件坏事，它能让你保持清醒。你们想让我顶着这张脸去见我小姨吗？难道你们不觉得残忍吗？你小姨跟我说，她是恨过你，但是她现在心里的伤痛，跟你这张脸没关系。本以为楚老那么闲云野鹤的一个人，能答应做个名誉顾问之类的虚职就已经不错了，这一下做个名誉院长了。看这格木飞速壮大，高兴。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了。你看，我们这个月来个张无忌，下个月呢来个张三丰。哎呀，我们格木啊，很快就要称霸武林了。可以，你能有这样的胸怀，我不由得赞叹一声，奇男子。哎呦，李总，怎么还当真了？哎呀，跟你说实话吧，变化太快了，不好适应啊。哼，我不是说楚老不好啊，这行业里的人都知道他是出了名的护犊子，张嘴闭嘴就是我那俩徒弟，那我在这墙上还哪有立足之地嘛？没听过那句话吗？越平静的水面下，水流越急。这世界上哪儿真的有铁板一块？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故事不知道吗？啊？别看整外最近这面上弄得轰轰烈烈，有挣钱的买卖。你算过他们这月营收吗？是增加了还是减少？如果大幅减少，为什么？哎呦，那李总这么一说，我还真没细想啊。仔细一琢磨，还是这么回事。那李总，你的意思是？哟，我可没意思。啊，我就是说啊，科室合并的这个事情，还是有希望的啊。真话说多了呀，惹人烦；说太多了呢，也得罪人，我就不说了。反正老唐最近是被他们搞得头昏脑胀，再等等，会有新变化。
大夫说在哪个地方吗？到前面去问一下。哎，齐大成，哎，你瘦了啊？走走走，快走快走，早上没吃东西吧？空腹来的。新民，戚大成，工人戚大成，8年前因为一次工业意外，一根钢筋正好砸中了鼻梁这个位置，造成他的鼻腔、口腔粉碎性的损毁。那之后呢，虽然进行了4次的面部重建，但是依然脸不成脸。最痛苦的是，患者不仅仅是被毁容，伤口还引发了慢性的痛症，常年饱受折磨。疼，哪儿疼啊？头疼，头疼，脸疼啊。吃了这些止痛药也不顶用。意外后3年，戚大成经过乔阳医生找到了楚教授，因为楚教授在国外参与过脸部异体质手术，这是戚大成唯一的希望。我在美国做过2次面部异体移植手术，这种手术呢，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进行的不过40例，每次用的医生很多，要上百人，手术用时很长，少则10几个小时，多则几十个小时。它不仅仅是皮肤的移植啊，它牵扯到面部的各个器官，而且最难的是必须一次性完成。所以说这种手术的成功率不到50%。但这位患者齐大成他不一样啊，他不是全脸手术，他是半脸，手术难度会小一些。但换脸术还是整外最前沿也最有挑战性的手术。老楚，有几分把握？全世界成功的案例也不是很多，主要是因为技术难度大，二是呢，愿意捐赠面部的家属是少之又少。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手术对捐赠者的年纪、肤色、面部的宽度、高度，以及前方轮廓和骨骼吻合呢，都是要求极高的。也因此，我们的捐赠库呢，始终没有合适的供体，配对成功的概率呢，也只有50万分之1。但是今天呢，供体终于出现了。喂，您好，邓兰先生生前进行了遗体捐献登记，您是他登记的执行人，请问您是否同意进行遗体捐献5年来，3院的各个科室跟我都在积极准备和跟进着。我们做过3次的实地练习，主要是让大家掌握手术细节的每一步。因为目前这种技术核心啊，跟现在的科技水平发展来讲，我觉得不是最难。我觉得最难的是什么呢？各个科室那么多医生集团性作战的相互配合，对细节的准备和把控，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难的。陈院，这时间也不早了啊，我建议我原来的医生季主任和乔阳医生协助我做辅导。楚教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啊，这个乔阳医生已经离开我们3院了。我还退休了呢。我来做一下解释啊。首先是这个患者通过乔阳医生来找到的，它主要牵扯到一个血管吻合的一个核心技术。5年了，除了我们组织的这种手术的练习之外，我想在座的各位愿意把自己更多的私人时间投入到这种遥遥无期的手术准备上吧？有吗？在座的，有了，请你们举一下手。我可能孤陋寡闻啊，让我看看。没有，但是有一位他没举手，乔阳医生，他一直在底下默默地进行着练习。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谁比他更能掌握这项技术的了吧？我想再带3位医生去吧，啊，作为替补，不一定能上得了台子。这是医院的机会，也是医生的机会。只要参与了，这就是荣誉。各位，踊跃报名吧。那个，我先表个态啊，我是真心想去的，啊，但是皮克嘛，就是帮不上什么忙嘛。李总，要不把我那3台抽脂手术给 cancel 了？我去。您说行吗？那我跟人家顾客说您放人家鸽子去观摩换脸业务了。那就给低年资的医生机会吧，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你们大家别客气啊。想去的呢就举手，让我们知道。
我报名。我也报名。还有谁？哎，陆大夫，您这是举手呀，还是脖子疼？举手。行，那就陆子由、陈明杰还有魏小歇派你们3个代表格目去参加换脸的手术了。周主任，你也得去啊。我看了他那篇吻合血管逆行有力的耳前皮瓣移植的必修复文章，他那个手术血管吻合成功率特别高，很适合齐大成这种情况，所以我也想正式的邀请周主任加入这场手术。好啊，静雯、乔阳，我们师徒3个第一次合作做手术，我很期待。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谢谢楚老师给机会。时间急，任务急啊！现在我正式宣布，捐献程序正式启动。移植手术就是跟时间赛跑，必须在6个小时之内完成血管吻合，才能保证移植组织的成活。所以手术将分成2组同时进行，一组由厉主任和季主任带头，摘取捐献者的面部组织；另一组我和乔阳负责，切除齐大成面部的瘢痕组织，并完成移植。面部移植非常特殊，不仅要求功能上的恢复，更要外观上的和谐。我们必须保证在座的每一位医生对这台手术从头到尾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都有清晰明了的认知。2组手术切除的组织大小、深度必须完全吻合，不能有一丁点的误差。我认为我们可以用导轨来辅助面部骨骼的切割，通过2块一样的模具把多余的部分切除掉，这样可以让它们的衔接的部分保持一致，也尽量我们可以让它无缝衔接，以保证捐献者和接受者他们的面部骨骼可以完美的契合。可以呀，这可以帮我们大大的缩短手术时间呀。高主任，这是您的主意吧？即便用模具，这么大的手术一定要定型，每人头骨都不一样，这也是个问题啊。这就像2个不同型号的车，要平衡一辆车，用的还是第3辆车的模具。我们手头这个模具虽然不够精细，但是它能够帮我们最大限度的切除大小一样的组织。等这2边分别切除之后，我们马上就可以进行吻合了。之后再进行血管呀、神经的这些细节上的调整嘛。你像这种突发的手术，定制模具根本就是不现实的事情。我们现在也只有不到5个小时时间了，每拖延1分钟，我们成功率就降低1分。行，我同意乔阳这个方案。好，我认为这个方案可行。开始吧，抓紧时间。陈院，捐献者的家属不同意捐献了，要见手术负责人。流程没有问题，现在在外面闹的是邓兰父亲。其实老爷子本来也是同意的，但是到了门口又后悔了。让开，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呀，这地上多凉呀！咱先起来吧。老先生，我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你有什么诉求都可以跟我说。院长，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捐献喜欢做善事，也是我儿子的选择，我应该大力支持。我到了医院，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说捐个心、捐个肾，都是可以，把脸挖了，我接受不了。非常理解啊。以后到了地底下，我都认不出我儿子了。哎，住院单我咋找不着了？在你那儿没？哪个住院单啊？我这儿只有个收费单嘛。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呀，你等一下，我去捡。哎呀，这人，这咋把人撞了，连个对不起都没有嘛？你慢点啊！啊。你小心点啊！你慢点儿，看着点脚底下，底下那儿有一张。大成，
齐大成，齐大成，能听见我说话哈？啊，耳朵有没有像蒙了一层？没有。头晕吗？不。心慌呢？没有。奇怪。做一个脑部 CT 吧，排除一些癫痫的可能。刚才测的血压是多少？160，也没有高血压病史。没有，没有高血压，也没有贫血，突然就晕倒了。那以前有出现过类似没有，状况？都没有。行，我们先去安排。大夫，不会影响我做手术吧？先做一个全面检查吧。家属在休息室闹，供体不解决，怎么手术啊？就算能说服他，我们也不能打没把握的仗。病人的身体有问题，强行手术就是不负责任。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呀！我们准备5年了，不就为了今天吗？等了5年才终于等到合适的供体，现在只剩4个小时，我们选择放弃，这就叫负责任了。楚教授，齐大成身体怎么样？找到晕厥原因没有？从目前出来的报告看，一切正常。既然这样，先暂停吧。我知道都不甘心，可是齐大成突发的这个身体状况无法解释，盲目冒进，可能换来谁也无法弥补的遗憾。就这样吧，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你该不会也想放弃吧？你有什么想法？听我说，邓来了遗体谁也不许动，等我电话。哎，等一下！哎，乔阳，你干什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别逞能了。谁能保证我们还有下一个捐献者？我们现在放弃的只是我们准备的这5年。那齐大成呢？他要被放弃的可能是他的一辈子呀。反正只有3个小时了，这3个小时之内，要是解决不了齐大成的问题，我放弃。但在那之前，请各位务必留住邓兰，再给齐大成一次机会，拜托了，拜托了。你早上吃什么了？一大早想着要做检查，什么也没吃啊。咱不着急啊，你仔细回忆一下，除了做这些检查之外，你还干什么了？早上起来就直接来医院做检查了，什么也没干啊。有没有家族遗传病史啊？什么意思？就类似于爷爷奶奶那一辈儿的，有没有高血压啊、心脏病啊什么的？没有。颅脑 CT 结果出来了，没什么异常。怎么喘成这样？人太多了，等电梯太慢了，我一口气跑上来的，这不怕你着急吗？你刚才说报告单掉了，你从楼上跑下去捡？掉下。慢点儿，看着脚底下。是从那之后开始觉得痒了，啊，然后就晕倒了。你把裤腿卷起来。电梯是我摁的。他怎么了？啊？那回头见面详聊啊。我一会儿可以。哎，秦总，来介绍一下，这3位是咨询公司的评估专家，这是我们的秦总。你好。晴晴，来，哎，你带专家们先转转，我跟秦总有点话说。这边请。咨询公司，什么情况？我看完了，演您这表情。楚教授和2位主任今天去做换脸，要不等他们回来一块儿说？别呀，就是因为他们不在大本营，才适合咱聊这个，要不然终究有点尴尬。实话说啊，最近这几个月，皮肤科跟整外从业绩上是越拉越远了。您说，咱现在
专家实力越来越雄厚了，手术能力越来越强了，这业绩越来越不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您说这话，我当着楚教授，当着2个主任，我能说吗？是实情，当然可以直说。那我当您面，我可直说了。您再看看这个，如果人员资产一合并，成本至少节约30%。这数据，老唐看过吗？这就是老唐安排的呀，那不然我能擅自请这评估专家呀？那秦总，您拿回去仔细着看，我呀先陪陪专家。你去个演讲模，什么都可以。你说把脸给挖了，我实在接受不了。龙龙呀，这一次呀，爸爸给你带个大礼物，你告诉爸爸，你想要什么礼物？哪抓？爸爸去哪儿给你抓去啊？哪抓哪抓？说过多少遍了，那叫哪吒。来，跟着爸爸一起读哪吒。哪抓？哪吒。哪抓？哪吒。哪抓？哪吒哪吒？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眼。渣儿，你要闹到什么时候啊？哎，龙龙，你看电视里放的什么？哪抓哪抓？爸爸，我要看哪抓。我能陪你踢毽子呀。哎，你看这还有一个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邓小树。啊，邓小树几岁了？6岁。6岁了。你哥哥8岁了，来给哥哥打个招呼。你好，你好。小树呀，你爸平时也陪你一起看动画片吗？看呀，但是爷爷说爸爸死了，以后可能看不了了。小树，来，坐叔叔这儿，和哥哥一起看动画片。我说，哎，看没看见前面那个小孩上哪儿去了？没注意。小树，小树。小树呀，其实爸爸没有死，他呀是天上的将军，知道小树喜欢哪吒，领了个任务，追哪吒去了。啊？那你为什么蒙着脸？因为叔叔跟你爸爸一样呀，都是天庭的同事，我们呀都属于是西南分区的，来到凡间执行秘密任务来了，所以呀不能露脸。那你能见到爸爸吗？当然可以了，简单的跟个一样。那等你下次执行任务看到他，就和他说一声，我做了个风火轮。好。师傅，来巧克力。那齐大成他运动过敏，居然自己都不知道。受伤之后，他就杜绝了所有的剧烈运动，所以就算得了，他也没机会发作呀。那这病够生僻的，我之前可从来没听过。上世纪90年代发现了怪病种，病理至今不明。好在每次发病就20-30分钟，恢复后和常人无异。你这巧克力还挺好吃的，你给我拿一块吧。啊，你给拿。大家听我说几句。齐大成的过敏控制下来了，供体的问题也解决了，相信大家已如箭在弦。距手术还有1个小时，抓紧时间，开始吧。邓老先生。
手术时间还很长，您先回去休息吧。朱大夫，帮我拍张照片呗。行啊。谢谢，你把手机给大夫。哎，你过来呀！哎呀，来呀，来。寿上8年，儿子8岁，我俩连张合影都没有。来，开心点，比个心。行，朱大夫，帮我开个美颜呗。没问题。谢谢。1、2、3，多好！你看，我万一要是醒不过来了，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呀，别说了，我不同意。你要。放心吧。自从出了事儿，他就一直劝我开家。我知道他不怕手术失败，手术失败了，他就不拖累我了。你说是不是傻吗？我一喊妈妈，来，蓉蓉，我跟你说话。喂，你爸马上进手术室，你好好写作业，要不然我回去收拾你。你孩子哭什么呀？你让孩子多想。喂，怎么样？还好吧？还顺利吗？手术马上开始了。那就好。那个，你腰怎么样？要手术时间长，你别应酬，说应该休息休息。我心里有数，我手术要到明天晚上，你别等我。明天回去我们两个聊聊。一切顺利。就这样。16点30分，开始吧。首先，我们向捐献者鞠躬致敬。开始供体剥离，注意切取深度位置。这怎么没有邓兰的画面呢？怎么能有呢？那对逝者多不尊重啊！血压95、75。非常好，谢谢。好，行吧，下面你来吧。
可以啊，这么多年也没撂下，后面还能坚持吗？走着看呗。 1小时26分，第一阶段手术完成。都这个血管状态良好，冲洗血管，清洗干净就可以把移植部分送到乔阳那边了。现在拼的就是时间，早1秒送达，移植组织的存活率就提高1分。 现在进行第2阶段手术，4个半小时之内必须完成血管对接，否则供体无法成活。这是成败的关键。一旦出错，就会前功尽弃。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 光看画面也没啥意思啊。要不然去手术室？你去那儿看干什么呀？有进不去，这儿看多清楚啊。还去不去啊？因为血管粗细不一致，连接会有难度。我可以先把粗血管结块缩小，让2个吻合口匹配。你现在遇到过类似状况，能解决。辛苦了。谢谢，喝口水吧。非常漂亮。九文，先下去休息一会儿。老陈，你们3个怎么跑来了？我们想来感受一下现在你们进行到哪一步了。面部左右共6条血管需要连接，这一步是最困难的，要分秒必争。移植的组织能不能成活，就看这一步了。你们也知道，面部血管只有火柴棍那么细，要在里面以最快的速度连接10几针，再加上2个人面部血管的口径大小都不一致，就像大水管要接上小水管，对技术是极大的考验。吻合完毕。时间刚刚好哎，第一个难关算是闯过去了。拍扎放水。你在民医院那么多年，请问一下手还挺稳，没少练吧？不好，渗血了，赶快止血。宫体是拼过了，恢复血液流通，血管扩张，断面接不住。纱布，快点儿！血压170，心率100，出血量400，尿量100，留血浆。我去拿。快，赶紧把血管夹住！不行，
刚接通就夹住了，血管栓塞的，被一针脸就死了。你任由血这么流下去，戚大成就死了。那是顾命还是顾脸？两个都保。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止血。血压60、40，心率120，出血量1500，尿量120。血止住了，血压稳了。脸和命都保住了，那血压是下来了。我刚才血压都上去了。面前这一步神经缝合，是我们面部移植手术中最复杂的挑战，也是我们赋予患者新生的关键。每一根神经的对接，都像是在细腻的蛛网上编织新的连接，为患者重新编织一张感觉与表情的网。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既考验技术，更考验耐心，需要所有同仁齐心协力跨越这个难关。好不好看就看你的了，放心吧，交给我。是发挥你审美特长的时候了。面部组织固然重要，但重塑这张脸，使它成为一张正常的脸更为重要。很成功，晚点你就可以进去看他了。谢谢，谢谢您。放心吧。
你怎么知道？你微笑后面写那么明显了，怕我知道。你知道我现在想干嘛吗？想干嘛？吃肉。有监控不太好吧？吃烤肉，怎么是撒你的？吃什么烤肉？快点呗！太爽了！我今天知道好好庆祝一下。你去开酒，我去洗杯子。哎呀，今天过了一天可刺激了。你不知道我今天遇到什么事呀？我从医20多年，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我没想到我可以跟楚老师还有乔阳同一台手术，而且这一台手术是特别有意义的手术，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就好像我们格木刚开张那天。哎呀，不一样，我要怎么跟你形容呢？哎，就像你最喜欢那个球星，他在世界杯踢进那一球夺冠那一刹那，那个心情，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有没有那么夸张啊？一点都不夸张。你知道今天这台手术有多难吗？我们手术成功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欢呼了，真的太不容易了。啊，我好久没有那么累了。今天几号啊？我得要记下来，是个好日子。看看啊，来，敬了不起的周静文医生。敬了不起的医学。5年。我每次做练习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做这台手术。但是不练吧，又怕有了合适的供体，又没准备好。15分钟前你已经说过了，来来回回都说800回了。行了，行了，咱别喝。我爱你看不起我。我要不是因为睡眠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哎，这个2壶，看清楚没？啊？看清楚了。来，当当当当。哇，一坨屎！什么一坨屎啊？生日蛋糕。啊？哎，你们看他做的是不是一坨屎啊？不好意思啊，你们小点声，你干什么呢你？贼累，哎呀，都贼。别着急唱歌，来，整点了。我整点了。我去7大城。你看什么7大城？你这7大城在 ICU 呢，医护人员看着呢，不差你一个。ICU。啊，你今天这个手术呢，确实完成的很好，很刺激。我也明白，像这种手术你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但是甭管咱这仗打得多漂亮，打完仗呢，咱们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对吧？要不然谁也受不了。你干嘛？你干嘛那样看我？我只想到我们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还在做住院医，我都想不起来你是哪年到慕尼黑的。慕尼黑，也太久以前了吧？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范德里希教授叫我下来接待你。你那时候还是医疗代表呢，我刚做完一台大手术，特别兴奋。见到你，见到同胞，抓着你一直聊天，你记得吗？我当然记得，因为那时候我就已经确定，我要找的那个人就是你。我还有印象，你不说话的时候，感觉特别柔弱，但只要一开始说起你的专业，整个人都在发光，像刚才那样。我还挺怀念那时候的日子，天天有挑战，天天有刺激。
虽然很辛苦，但我挺享受的。现在也是，每天都有新的挑战。不一样，我现在有你，我知道我这段时间太忙了，有时候会对你不耐烦。我在想，等到我们忙完了，我们去好好度个假。许个愿吧。这对时许愿能领？心诚则灵。你许的愿是让齐大成早日康复，对吧？我祈祷不要出现排异反应，能够让齐大成早日重获人间幸福。没了。没了。有我。你是？哎，不要这么小气吧！哎，单还没有买。我去给你做一大蛋糕。你好恶心啊！哎，你手机响啊？你帮我接吧。午夜时分，你们女人来电。一个叫大蛋的女人，爸爸，妈妈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爸爸，楚教授打来，你快接。哎，你怎么不接啊？万一有急事呢？没事。我刚才有些问题问他，回来再说。什么问题啊？哎呀，你今天先好好享受你的成就，明天再说，行吗？你说不说？你不说，我给楚老打电话。你看看这个。李启给我的这堆文件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老婆，你别误会。首先，我声明，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李启要做什么，我也不在乎。我是想跟你说，我觉得这段时间我们俩之间出了点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但我觉得你有很多事情都没告诉我，你有很多话都只跟我说了一半，包括乔阳的事情，包括楚老的事情。当然，我说这一切不是为了质疑你，我也不相信这个就是真的。这上面写的都是事实啊。我是给同学打了针，那个同学还跳了楼，我也被开除了。还有更刺激的，要听吗？回医院了。哎，我问一下，那个旁边这人呢？看到了吗？刚走了。走了。脸色不大对哦，刚做完这种换脸级别的大手术，不都青史留名了吗？这尾巴应该翘上天了，不是吗？你也不赖啊，现在的表现至少能打80分。80分，我其他分差在哪？体力太差，你看你平时就不怎么运动，时间一长身体就僵硬了，全靠意志力来支撑。还真是。
我真的要运动了啊！对了，生日快乐！谢谢。欢迎加入40俱乐部，没想到吧？在你40岁凌晨的第一个祝福，竟然是我给你。来 ，Happy Birthday， 40快乐！哎呦，有必要把这个40重复那么多遍吗？40挺好的啊，有经验，有阅历，最重要是有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也可以拒绝自己不要的，多自由啊！是不是？自由都是相对的。你知道这个行业最大优点是什么？你说，有钱。恭喜，你也算活得明白了啊！有钱才能有更多的可能性。整形是医学里最有创造力、最接近艺术的学科。这个领域的技术革新要比其他学科都大胆得多得多。你看咱们行业，审美是基石，技术就是未来。见外有更广阔的天地，我当然要待在能够跑得更远、更快的地方。你说的太好了，敬你一个，来。我可羡慕你了，你一直活得都这么洒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也都不怕。今天在手术室休息的时候，我还在想，楚老师那天说挑3个人，我第一个念头就只想到革命的医生，想给这些年轻人机会，根本没想到我。要不是你点了名，我也不可能来。我要没来啊，我可能会后悔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个性啊？反正你大学的时候什么都要争当第一，什么都抢，抢个导师都抢得头破血流。现在，老板娘，这大局为重，是吧？老板娘，老板娘有什么用啊？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不爽了，每天累死累活的，看了病人还要管理医院，整个锅都是要我背，操不完的心啊，连李启都踩到我头上了。他千万不要把我逼急了，要把我逼急了，我就跟他翻脸。哦，你该不会是要黑化了吧？我在你眼里不是一直都是反派吗？哦，那你可别死太早，要不剧情太无聊。哈哈，你放心，老子命硬得很。哎呀，没劲。说你体力不行嘛，听我的。生日快乐啊！谢谢店姐。我一早给老头打了4、5个电话，嘿，人全给我掐断了。有本事他就彻底拉黑我。多大岁数还老玩这套？哎呦，都那么大岁数了，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帮我个忙呗。说。你帮我约他吧。哦，记得找个安静的地儿啊。哎，我让你找个安静点的地儿，不让你找这么隐蔽的地儿啊，这也太远了。什么情况啊？怎么今天这还有亲子活动啊？那这还能聊天吗？这个季雪峰，我每次托你办事儿，你都这么13不靠的，我真服了你了，我都。你干嘛？等我挂啊。怎么样？哇，厉害！哎，这不算什么。哎。曹大夫刀工没有荒废啊！可以。小季这小子又骗我。哼，我打你电话你也不接，只能派你的嫡系来约你了。哎，大家请注意了，我们的亲子游艺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啦！萌萌先别谈了，回到自己的位置。要不咱换家餐厅吧？今儿人家这儿有活动，太吵了，没法说话。你家这位大位进。好。大大，你的家长呢？这个是我爷爷。哎，爷爷快坐好。哎，爷爷，帮帮我吧，要不然我玩不成游戏了。那位家长也赶紧坐下吧。来，大家请注意了啊！哎，坐下。来，大家听我说，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啦！来，我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活动的注意事项。下一题，狐狸为什么站不起来？又是大当家第一个抢答。
您要是自己不贴的话，就先不要抢答了。我们家是有分工的，我负责抢，他俩负责答。那你们来，赶紧想，赶紧想。低血糖啊？不是，骨髓病变。我里面吃饭。时间到，很可惜啊，惩罚贴纸得再贴上1张了。我可是个低血糖，你咋不说低钾血症呢？来，5人，因为狐狸狡猾。 5人太棒了，又答对了。狡猾，这问题太狡猾。哎呦，你听听人家，你看看人家，哎呦。好啦，用什么拖地最干净？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有点堵车。爸爸，你怎么才来呀？害得我一道题都没答对。他脸上贴的这些，爷爷脸上也全都是。 喝杯水吧，叔叔。哎呦，我是强的同事。你说过了，上次。叫什么？啊，我叫陆子游。上次你跑什么？我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别喝了，叫爷爷。爷爷。你叫过了。这个叫姐姐。Hello。哦，就是你。 就是你不让我爸回家的，我要跟我妈说。别瞎说。我没有瞎说，那天晚上电话就是你接的。你和他在一起了？去一边去，上一边玩去。一定是你，我听声音都听出来了。乔阳，你说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叔叔，这就是你的活法，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叔叔。哎。 其实你可以闭嘴。我是觉得这事儿是越来越糟糕了。你说你们这行里的人啊，本来花花肠子就多，这种地方你时间待长了，你早晚会被腐蚀。你说你都30大几的人了，凡事总得30大几，我具体多大你还记得吗？今儿是我生日，你知道吗？我特意带的是。谁吃我蛋糕了？ 别激动，别激动，走。哎呀，巧巧，你说你过生日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你真是。我过去10年，总共回家了7、8趟，每次跟你说不到2句就要吵翻天，爸，我真挺心累的。10年你回来7、8次，这把你累着了，你还挺骄傲。小季都比你来得勤。别再跟我提这个人，我们俩已经离了。 我这么大的人了，我去哪上班，跟谁交往，还要事事跟你汇报吗？哎，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争出对错的。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方式相处？我们能不能试着去理解一下，去尊重一下对方的选择和自由？你这叫自由，你这叫堕落。堕落。 江岸意为妩媚可爱的少女，寓意每位走出江外的求美者都能重焕新生。美，我们说了算；开心，你自己说了算。欢迎来到江外，我们的加入正是想打破这个当阴魔人，用最高的性价比为求美者谋利。江外旨在普及全民医美，开创整形 新时代。先不说这个视频拍的质量怎么样啊，Joy最近的这个势头真的还挺猛的。咱们商量一下吧，针对郊外现在这个打法，咱们该怎么应对？他们就开在隔咱们2条街，这摆明了就是要抢格木生意。按照现在这宣传啊，我估计肯定会跟咱们打价格战。那价格定得这么低，那所有的利润都是从材料还有那些设备上面出，那吃亏的是谁？不就患者？这样能长久吗？周主任说的特别有道理，但是别人的事儿咱也管不了，咱只能看自己。就这价格啊，如果扛半年，咱可玩不起。他们做低端，咱们就做品牌，咱们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和服务。对，劲儿就得往一处使。所以之前咱们暂缓的科室合并，是不是现在抓紧提上议程？别看我呀，这么大事儿，
让我自己说呀，听听大家的意思吧，大家都说说。那听我说吧，这科室合并呢，涉及到未来革命发展的布局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没解决，院长人选。这杜俊玉走，留下这么大一个坑。虽然楚老师在，但他也就是名誉院长。我们这个坑没补上，内忧外患，就是少了主心骨。我觉得金文说的有道理啊。那之前咱们不是已经有定论了吗？有资格的就这几位大主任，孟主任没有个人意愿，满脑子都是想着孩子的事儿 ，pass。专业上，乔主任最近风头最多，但毕竟刚从3院转过来，业绩上差太远，这不合适吧？周主任之前也明确表过态，跟秦总这层关系当院长不合适，那不就剩下老董了？专业上有口皆碑，业绩上遥遥领先，对革命的贡献最大。个人意愿非常强烈，这没什么好讨论的呀。他分析的这些都是事实吗？李总对医生非常了解，他说的这个很全面，我个人认同。哦，那要是都认同的话，那就这个我不同意。依照李总的分析，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依据应该就是业绩，是吧？不，我一再强调，综合考量，业绩当然是最……我同意。用业绩来衡量，我非常认同，我也觉得非常合理。只不过你之前没有把这个拿成重点来说嘛。这样吧，我们定一个时间，让我们几个主任呢用业绩来说话，公开竞选院长。一来呢是可以提高这个革命的业务量，二来又可以找到适合的人选，再就是可以教育拼一拼，这样不是一举3得，挺好的。我没问题啊。那就得看人家几个大主任个人意愿。我个人意愿非常强烈，要不我第一个报名，公开竞选院长。